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夏河夏叔。自从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网上有一个非常荒诞的传言，就说呢，高市早苗啊，他是一个极右翼的分子，他出台了一系列对于外国人，尤其是华人极其排斥的法案，移民政策就要收紧啦，华人现在人心惶惶啊，这一切都是高市早苗干的。然后很多人也来关心我，夏叔你就要被高市早苗轰走啦，你要小心点啊。那么为什么这群人会对日本有这样的错觉呢？就是他们骨子里边飘荡着非常深重的奴性，他们认为走遍全世界靠的不是实力，不是 money， 不是技术，而是效忠。就是高市早苗上台了，他是极右翼的，那你得赶紧向极右翼下跪呀，你得向极右翼妥协呀，不然极右翼就把你轰出日本了。这像不像过去小粉红特别流行的那种，如果你不喜欢共产党，你就滚出中国呀？同一个逻辑，区别的是什么？换主子，但不换奴性，所以他就会有这样的联想和意淫。而常识是什么？高市早苗上台多长时间了？1个月而已。而日本对于各种各样所谓的在留签证的收紧政策是什么时候出台的？是9月底和10月份。那个时候高市早苗他都没上台呢，这一些政策怎么能够是他制定的呢？第二个误区就是大部分的华人是没有经历过法治社会的。无论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他们更相信什么？权力斗争、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虽然他们表面呼唤公平、呼唤正义，但实际上他们心里更愿意相信的是，如果你亲近政治，司法会对你宽容；如果你背叛政治，司法会对你进行围剿。因为在说中文的地方，这种事情也确实时常发生。而日本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小政府，就是日本政府它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权限去进行违法的政治干预，它没有办法像中国一样，你在网上搜一搜，谁说皇上坏话了，把他驱逐出境，把他滚出中国。他想不想我不知道，但是我敢肯定的是，高市他没有这个权限，因为动用这种权限等同于违法行为。在日本，无论是首相还是平民，大家拥有的司法权限是平等的。第三个误区就是日本首相是否像美国总统、中国国家总书记一样拥有那么大的权力呢？我相信随着最近中日关系的紧张，成为全世界的新闻焦点，大家也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日本政坛的格局。日本换首相比我们换签证还要快。自从我来到日本以后，已经经历了4任日本首相了，4年4个。我来的时候，菅义伟过2天变成了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后来又变成了石破茂，石破茂干了1年，这又变成了高市。那高市多久下台呢？我不知道啊，总之不会太久。所以你舔高市没有用。第一，这个国家他不玩领袖崇拜；第二是，你舔了他之后，明年你还得舔别人，你舔不过来。那么既然意识形态在日本一文不值，如垃圾一般，送都没人要，那么所有的外国人是凭什么留在日本的呢？一个字儿，钱。很多人特别不敢正视这个残酷血腥的事实，但是我再告诉你一遍，日本是一个非移民国家。每一个外国人在这里拿到各种各样的身份，只取决于一个因素，就是你的赚钱能力。第1章，非移民国家。我觉得全世界所有没有在日本生活过的外国人都有一个极大的思想误区，就是动不动就移民日本，移民日本。实际上，移民日本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情感称谓，它不是一个法理。从法理上讲，日本叫做非移民国家，就是它没有任何的移民政策，它所有能够容纳外国人赴日工作生活的手续，你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外劳。
不管你拿什么样的签证来到日本，实际上你的社会属性都叫做外劳，只不过外劳这两个字太难听了，于是乎发明出来了人文签证、经管签证、高才签证、技术签证等等一堆的签证。但是不管这些签证的 title 是什么，这些签证你就可以理解为外劳。无论在工商界还是在学术界，日本都反复的强调，我们是一个单民族国家，我们绝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在一个单民族的国家里面，你谈融入，这纯属是扯王八蛋，异想天开。如果你说精神融入，我告诉你，什么人融入日本融得最快？越不会日语的人，他融得越快。如果你一句日语都不会说，我告诉你，你3天就能融入日本，而且你融得非常的舒服，非常的 relax， 觉得日本好棒棒，日本好漂亮。但是你越是了解日本，你日语水平越好，越融不进去日本。就像你今天去了伊朗，你能融入穆斯林什叶派吗？就算你有这个心，人家让你融入吗？融入是一个双向的东西，大家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你所说的那种融入。单方面的跪舔，这叫融入吗？你看个毛片然后自己射了，请问你融入到哪儿了？你融入到空气里，但是你没有融入到 AV 女优的体内，能听懂吗？尽管你在精神层面单向的和他做了各种各样肮脏的事情，但是他不认识你，且他不想认识你，懂吗？而真正的坦荡是，你莫不如就好好的做自己。那么所有外国人在日本都会持有一张卡斗，叫在留资格证，你可以理解为临时身份证，只不过每个人的卡斗种类略有不同。那么这个在留资格的体系大概分成了哪几个主流的大类呢？第一大类就是大家广为熟知的经营管理签证。经营管理签证也就是今年改革的最凶猛，让很多人哀嚎一片，说待不下去了，我要回国了的那个签证。过去是500万日币的注册本金，现在提成了3000万。过去是你雇人和不雇人都可以，现在要求你必须雇2名以上的正式社员，且这2名员工必须是日籍或者是永居以上在留资格。这个签证发放给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你在日本不能打工，不能转行，你只能自己开公司当牛马，经营再经营。如果有一天你的公司不能盈利了，不好意思，就把你的公司注销，然后也就把你驱逐出境。第2种签证就叫做人文签证。人文签证没有那么人文，它就是大家常常说的那个工签、工作签证，就是你到日本来打工，你到日本来上班。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失业了，那请你在3个月之内必须找到工作。如果你3个月之后还找不到工作，继续失业，对不起，把你的人文签证取消，请你离开日本。也就是你必须时时刻刻的当牛做马。第3种签证，高才签证。高才签证对于学历是有极高的要求的，那么你就可以理解为高级牛马。第4类签证，它的学名叫做高度专职，把它翻译成俗语叫做劳务输出，也就是电工啊、水工啊、钳工啊、扫厕所的呀、食品厂的工人呢。所有的蓝领阶层使用的都是这个签证，但是这个签证它是有限制的，就是哪家公司雇佣的你，你来到日本之后就只能给这家公司干，你中间是不能跳槽的，因为你赴日的身份就是你所在的公司给你办理授权的。比如经常来帮我家打扫卫生的那个中国老乡，他就是持有的这种签证。那么他的签证是哪家公司给他办的呢？ 7-Eleven。 他的工作单位在 7-Eleven 的食品厂，签约的时间为8年，也就是这8年时间他只能在这一家工厂工作，他不能跳槽，哪怕隔壁说 Lawson 的工厂给的价格更高，他不能去。
因为他的工签属于 7-Eleven。截止到今年，他和 7-Eleven 到期了，满8年的合作周期了，他就回国了。说我不想回国，我想留下来，我去别的工厂打工，可以吗？不可以，因为你的签证就是规定了你来到 7-Eleven 打工8年。你来的时候有这家工厂的专职人员堵在飞机场接你，你走的时候有这家工厂的专职人员卡在海关那块目送你们全部通关，然后他才能转身离去。如果有任何人来到了以后跑路了，或者有任何人到期了以后不走，这属于违法行为，工厂有直接责任。所以这些人到了日本出苦力当蓝领工人，他们的生活就是什么呢？不敢花钱住在集体的宿舍里面，他们的钱攒下来要换成人民币汇回老家去解决家乡人民的生活。但是随着这些年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很多这样的工作中国人就不愿意做了。那么日本目前主流的外劳都是什么人呢？是东南亚人，越南呐、老挝呀、柬埔寨呀，他们是目前日本各种工厂主要外部劳入输出的主要劳动力。我只强调一下，上述所说的所有在留资格，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的在留身份跟你干什么活有关，它跟你是谁、你的思想状况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旦你的工作没有了，那么你在日本的逗留资格就变得摇摇欲坠，这是法理，懂不懂？而大家为什么还经常的误以为日本是一个移民国家呢？为什么有很多骗子中介公司还经常在中国的网站，比如小红书上去散播所谓的日本移民政策呢？是因为日本有几种签证，它很像移民。第一，永居，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绿卡。永居是你在日本连续工作10年，这10年中间不能有任何一个月的税务断裂，就是必须连续不间断的工作10年，且每年在日本逗留的时间必须超过180天，然后你才有资格去申请永居。申请永居的手续非常的复杂，他给不给你颁发这个永居是一个玄学，而不是一个定式。从这一点上，这就是它和美国等移民国家的不同。美国是先给你一个移民身份，然后你再通过移民身份的种种考核来获得最终长久的在留资格。而日本是什么？你先干活，你先当牛马，当个10年再说。说我当满10年了，请给我绿卡。不好意思，日本不欠你绿卡，我想给你就给你，我不想给你就不给你。有的人比较幸运，到第11年的时候，人家就拿下来永居了。有的人就比较不幸，样样资格都符合，申请了15年还没申请下来呢。那你跟谁说理去啊？你没处说去，因为日本不欠你一张永居，懂了吗？那么换来永居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你可以不工作了，比如你失业了，比如你躺平了，你依然可以在日本待着，就这点好处。第二类比较像移民的东西，它叫做日本配偶，就是你跟一个日本人结婚了，然后你就获得了一个日配的在留资格，你可以不工作，你就变成了一个日本人的伴侣，法律性的。然后满3年以后，你们的婚姻经过审核，真实有效，然后你就可以申请上一个永居。但是这3年是有严格的考核的。我们都知道，很多人为了获得外国的在留资格，就玩什么？玩假结婚，甚至很多移民公司就把假结婚做成一种业务。但是日本政府现在对这个东西考核的非常非常的严苛，他会经常的不定期的在半夜冲到你家去，然后检查你们所有的生活细节，比如说你们2个人有没有睡在一张床上啊，去你的卫生间看看你们2个人的牙膏、牙刷所有的生活用品是不是2人份的呀？如果他发现你们并没有生活在一起，或者是在一起但是并没有实质的婚姻关系，这等同于诈欺，
可能要受到严肃的处罚，最严重者要驱逐出境。也就是很多人经常在网上说，哎呀，在日本也没有那么难呐，你搞一个假结婚就行了。我再告诉你一遍啊，日本没有假结婚，所有的假结婚都是真结婚。你以为你跟一个人谈好了，说我给你点好处，咱俩结婚吧，我为了熬个身份，请问对方收了你的钱以后，真的要跟你发生性关系，他违法吗？他不违法，因为你们办理的婚姻手续是真实有效存在的，他可以在这个手续下对你行使任何的夫妻关系，你不能抗拒，懂了吗？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说，哎呀，我熬满3年了，换完永居了，那咱就离婚吧，我告诉你，大多数的情况可没有这么容易。但凡能靠假结婚来挣钱的日本人都是日本的穷人，尊严度没有那么高。如果你的赚钱能力比较强，到有一天你想离婚的时候，可没有那么简单，不扒你几层皮是不可能的。分家产呀，你有房子是吧？分我一半。你有存款是吧？分我一半。你能赚钱，以后你就养我，每个月得给我多少钱？如果你不给我这笔钱，那我就告发你去。我告发你当初跟我假结婚，为了骗日本的在留身份，反正我就是个日本人嘛，对吧？日本人能把我怎么样？日本总不能把日本人轰出去吧？但是如果你的假结婚一旦被告发了以后，你所有的在留资格全部被取消，甚至可以驱逐出境，懂了吗？所以假结婚这个事情它不是开玩笑的，不可以随便乱玩，因为这是违法行为。最后一种，也就是真真正正的可以称为移民的一种方式，叫做归化，就是加入日本国籍。加入日本国籍，过去的要求是你必须在日本连续居住、工作、纳税5年以上就可以去申请。但是很多人符合了这个条件，却没有申请归化的原因是什么呢？有2点：一，很多人不敢轻易加入日本国籍，因为你加入日本国籍意味着你原国籍是要注销的。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没有勇气加入日本国籍。至于说为什么呢？那这个原因就很复杂了，有个人价值观的问题，有儿女未来的问题，也有家族反对的问题等等原因。那么还有另外一种人，他想加入日本国籍，他无所谓这些思想上的东西，但是他加不成的原因是语言不过关。加入日本国籍，前提是你符合所有的条件之后，自己抱着一沓子资料去送到日本的法务部。去送去以后，他要跟你聊天，聊什么不知道，聊多久呢？大概2个小时。你觉得一群所有的法务人员跟你聊天，聊2个小时，你日语得是什么水平？那么如果你一上来跟人家官方人员对话的时候，语言很差，或者是听不懂，怎么办呢？也不会直接拒绝你，请你去一边做卷子。可问题是，你对话都对不好，你做卷子就能做好吗？做卷子是要写作文的，用手写作文，你觉得你 OK 吗？而且我收到的最新消息是什么？归化的门槛可能马上就要从5年变成10年。那么我个人会不会去申请日本国籍呢？我只能说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我表面的理由是我日语真的不行，我跟签证官对话，我觉得我过不了，因为我的日语水平就仅会50音，我只会吃饭、点餐、买东西。至于说你问我说啊，你不是有好多的日本朋友吗？很多还都是小帅哥、小鲜肉，是这样子。我所有的生活环境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顶尖级的翻译设备，至少有7到8台。车里的、路上的、包里的、家里的、有线的、无线的、机器的、耳机悬挂式的，等等等等。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翻译设备，我一定是第一个拥有的。我觉得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对话完全不是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也会有人问了，那夏叔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学学日文呢？我学了，我到现在为止为了日语学习已经花了很多钱了，语言学校也报了，学完以后忘了，私家老师也请了，学了10句，随着不怎么使用，渐渐剩下2句了。你肯定疑惑说，
夏叔，我感觉你是个挺聪明的人呢。如果你真的是杀心学、努力学，把它当成人生必须闯过的一关去学，你不可能学不会呀。您说的没错，要真把你扔到一个生活没有选择的、必须学会语言，否则就会饿死的环境里边，我相信我很快就学会了。但是我不想那么样的逼自己，因为我认为规不规划日本对我来说随缘。为啥很多人视若珍宝，甚至势在必得的这个身份，搁到我这儿可以随缘呢？因为我非常清楚，我在世界各国行走靠的是 money， 我这够实在了吧？而且我的 money 还是在中国赚的。我这么多年在日本没有花过在日本挣的任何一分钱，包括这个频道。这个频道每个月的收入，我直接打入我们日本公司的账户，去给日本政府纳税，去给员工发工资。我本人没有花过一分钱这个频道的收入，而且这个频道的收入还很低，它也不够养活我们公司的。我们公司还有一些其他的销售业务，但是那些业务所赚来的钱也都维持员工的薪水和公司的运行。我本人没有提取过一分一毫。全部贡献给了日本的税务署。那么这时候很多人就好奇了，我的妈呀，那夏叔你的钱到底是哪儿来的？你花什么？我花的是我中国的积蓄啊。像我们这种钱不来自于日本，受众不来自于日本，日语也不会说几句的人，在日本也有不老少，比如王志安呀、王思聪啊，太多有名的在日华人都属于我们这种。我们这种人现在在网上有一个新的 title， 特别的精准，叫做离岸的中国人。就是他赚钱的方式在哪儿都一样，他的受众群在哪儿都不换，都是 China。他移民到任何一个国家去，实际上他没有移民，他只是借了人家一块地儿。那为啥那个国家要借给这块地儿呢？因为它有极其高的纳税能力。你可以说那块地儿都是他拿真金白银活砸出来的。如果听完这些，您的嘴角有一丝的苦笑，想问我们这些人，那你们干嘛不回中国待着去呢？反正挣中国人的钱，聊中国人的事儿，你回去多好呢，在本乡本土的资源也多，干什么也方便。我们这不是得罪了中共吗？就是我们跟中国没矛盾，我们跟中国人更没有矛盾，甚至我们跟中国这套体制，它也不是你死我亡的关系，只是我们的嘴不好，他得罪了皇上，明白？你以为我们所有的这些人他不想去抖音做吗？我们不知道，只要在抖音做，流量可能是这儿的10倍、100倍，甚至是1000倍、10000倍吗？我们知道。我们难道不知道这点他妈的破流量费根本就是杯水车薪？你回到抖音之后，你可以接商务，你可以带货，你可以跟很多品牌植入软广，你有10000种的赚钱方式。在抖音100万粉丝算是小账户，都不能算腰部的，算是脚脖子上的账户。人家一个月卖零食都能赚大几十万，甚至高峰的时候可以到100-200万人民币的收入。而在海外，即便是顶流中的这几个顶流，拼死拼活的播呀播，播呀播，到手里剩不下什么钱。因为你的节目做的越多，你养的员工就越多，纳的税就越多。然后你又在这种高税收的国家，把所有的东西全扣出去，到手里它剩不下什么。可是你又不能停下来，因为只要你一旦更新的频率变少了，你就真的不挣钱，流量也就散尽了。因为你赚钱的渠道特别单一，这就是很多人他心里比什么都清楚，但他依然选择去跪舔他的观众，陪着他的观众说谎、按摩、massage， 是因为他不这么做，他就没有收入了。而为什么夏荷可以1个礼拜只更新1次，而且还动不动就洗粉儿，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让你们取关滚蛋？是因为夏荷知道这个东西他挣不了几个钱，没了就没了，反正有没有这个频道，他花的都是他的积蓄。所以我们这些离岸中国人是不能给大家作为移民参照的。如果你以我们这些人为移民参照，
那真是误人子弟呀！我得跟您说声 sorry 啊，这里面有误会啊。第2个章节，你为什么来日本留学？所有的学生朋友以及学生家长，如果你脑子里的日本还是那种满街的霓虹放着 City Pop， 大家朝气蓬勃，像日剧一样，恭喜你，你已经落后了20-30年了。在20-30年前来日本留学，确实是一只金凤凰，学有所成之后，极有可能展翅高飞，大概率你能留在日本，在日企工作，有着不错的薪资待遇。小概率你也可以回到中国，在一些合资企业的日企里面当翻译啊，当技术顾问啊，等等等等。那个时代，日本大学在全球的含金量是比较高的，排名也很靠前。但是时至今日，2025年，你去搜一下日本所有名校在世界排行榜上的位置，你看看已经下滑到了什么程度。我依然承认，日本某些高等学府的某些专业在世界的同领域里面依然是有竞争优势的，但你纵观日本整个的高校领域，普遍面临着如下几个问题：师资力量短缺，因为教师普遍老龄化，新生代的跟不上；日本高等学府的科研经费长期被压缩，这就导致于说，国际的顶尖级人才你留不住，因为顶尖级的人才是要真金白银绑住的。基于这2个条件，即便是日本排名第1、第2的东京大学和我家门口的京都大学，在国际地位的下滑，它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实实在在的大势所趋。更何况我退1万步，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你也考不上这俩学校，因为这俩学校就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北大。第2个，我要提醒所有理工科的人，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国的这个体制，这是你思想层面的问题，但是既然是理工科的学生们，应该有一个科学的发展观。这些年中国大学在科研经费上的投入，是不是实打实的请专业的理工学生去研究一些专业的问题，然后可以在我的评论区里面给大家科普。那么由于科研经费给的足够充足，这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就是你学术成果的曝光度和你论文的影响力更容易被人发现。如果你在中国可以考上理工科的顶尖级名校，那么你来日本学理科，实际上不是升维，而是降维。第2类，我要跟所有的文科生们说几句掏心掏肺的话。我相信没有人能够怀疑我认识多少大学生的数量，对吗？无论在中国、日本还是韩国，你不要忘了，我一生是专攻这个赛道，所以面对学生们的心声，我有发言权。我比父母都有发言权，你父母你不就是供1个吗？大不了供1对儿女，供俩顶天了吧？我供了多少啊？我他妈供25年了。孩子心里想的什么，会面对怎样的困境，我那是与时俱进的。所以文科生们，你必须要考虑清楚，此刻是什么年代？2025年，我们讨论问题要站在此刻的历史节点去面对此刻真实的历史现状。日语它是一个小语种，除了日本这个国家以外，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需要使用日语，而日语的学习难度是极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有英语的基础教育，比如说我们中国的9年义务教育，它就包含了英语这个科目。即便你的英语水平再差，你是有基础的。而日语它有一个非常玄妙的特点，只要你学会了日语，你的英语就作废了。日语和英语是2个几乎不太可能兼容的东西。日本是一个老牌的发达国家，是吧？日本也算是一个教育大国，对吗？来，你看看日本有人会说英语吗？你来日本旅游，你跟他们说说英语，你听听他们说的英语，你能听懂吗？他们说的英语仅限日语人士可见。再往下看，
说你就学日语，你的日语天赋很好，你从小就追番，你从小就看动漫，你从小就有非常好的日语环境。那么我告诉你，你即便有日语的语言天赋，当你从国外来到日本，然后你具备高考能力，具备学术能力，这大概需要多久呢？2到3年。你报一个基础的语言学校还学不到什么，也要1年多的时间。然后你能够完成基础的考试，差不多就要2年的时间。到你说我听大学老师讲课已经几乎无障碍，至少需要3年的时间，而且还是你极有天赋、勤学苦读，在这3年的时间里面，把所有其他的语言全部关掉，手机变成日语菜单，听歌只听日文歌，看剧只看日语剧，交朋友只跟日本同学聊天。在这种高强度的训练下，3年 maybe 你能听懂大学老师讲课。因为我问过非常多没有这么吃苦的中国留学生，我说你在日语学校里面听大学老师讲课，你真能听懂吗？10个人有8个人跟我说猜呗，而且这些说猜呗的人全部都已经是 N1 以上。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你把日语这门语言学精了，能够考名校，你首先就要付出3年甚至是更久的时间。那么当你顺利的进入了高等学府，等你毕业的时候，你是否就比同龄人大了3到5岁？简而言之，你押上的还不仅仅是学费，你押上的是你最宝贵的青春，而这最宝贵的青春压在了一个小语种上，这个你真的要考虑清楚，因为此刻不是1985年的日本，此刻是2025年的日本。日语 Made in Japan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否可以让你像过去一样赴汤蹈火？你自己只要不傻不瞎，你心里其实有数。那么所有的时间投入和金钱投入还不是最大的风险。我告诉你，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你没有回头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日本社会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你想去其他的国家，比如你想去欧美国家，或者你想返回中国，请问日语是不是就没用了？那么你投入了这么多年时间接受日语的教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有一天你转到其他的国家去发展的时候，您跟文盲又有什么区别呢？你的日语水平就即便能当作家，你也走不出这个小岛。再往下说第3趴，就是你苦吧苦业的，终于学有所成了，日语水平上来了，学校也不错，最终拿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位。那么接下来你要干嘛呢？你要进入职场。在日本，绝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叫进入大手企业，也就是中国大厂。敲重点，而日本是一个单民族国家，他们非常注重内部体系的人才培养。所有的大手企业，他们奉行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就业岗位要主力交给那些一路从高校培养出来的日本孩子。外国人看似也很受欢迎，但在主流的大手企业里面，永远都是边边角角。想进大手企业，日语达到一个非常高超的水准，这是基本款。你不要觉得说啊，我的日语很牛，对不起，所有日本人的日语都很牛。您付出了那么多代价，只是为了变得跟他们一样，而并不是比他们优秀。然后进入企业之后，你要学习企业文化，你要学习商务的敬语。而日本的企业文化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再聊。我们先着重的讨论一下，您就算进入到大手企业，薪资待遇它到底是多少呢？20万日币到22万日币之间，按照今天的汇率，也就是人民币9000到1万之间。这听起来好像还可以，对不对？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拿9000到1万也行啊，
虽然说没有特别的经验，但也不低了，对吧？那我帮你们算一笔粗账，就是有几个东西您必须得刨除。第一，税费，这不用说；第二，社会保险，这也没得说；第三，就是你的房租。我别的什么水电乱七八糟交通费啊，什么通讯我都不给你算了，我就给你算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入职以后，他总得租个地儿住吧。而且我给你按照最便宜的15平米的那种小隔板间算，我都不给你算豪宅。刨出这些开销以后，20万还剩下多少？还剩下12万日币左右。12万日币折合人民币就是5000多元。你去日本的小地方，你连这个工作都找不到，因为小地方除了老人以外就没有人了。你去大城市就要承受大城市的开销，所以一个月到您手里能剩下12万的自由开销，您算算，你得如何的精打细算，才能从1号过到30号？我们不谈消费，一会儿再谈，我们就说这个工资跟中国的1线城市比没有太大的优势。那么如果你问我，哎呀，如果我是名校毕业的，去大手企业，会不会就比较有前景呢？未来如何怎样呢？我告诉你，日本它吊诡就吊诡在这儿，就您是一个技校毕业的，他毕业了以后也是这些钱；您就是东大毕业的，您到了职场，职场也会让你明白，您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你只能说大平台、大公司，它可能视野和上升空间比较宽阔，但是在薪资待遇上目前没有区别，而且这个没有区别要持续很多年。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人就想问叔了，那去创业呀，我谁打工啊？那玩意儿是死工资哈，没前途。我创业，我自己做生意，不好意思，如果你想做生意跑日本来，那真是跑到撒哈拉大沙漠去搞绿化呀！到底是天定胜人还是人定胜天？不信你就试试看。日本没有创业文化，曾经的日本也许有过，但近35年的日本不流行创业，也没有几个人去创业，大家都甘为一生打工人。日本人平均从22岁到65岁全部在打工。因为日本的打工制度很像是那种社会主义早期，就老苏联那套，只要你不犯错，你就不会被开除；只要你不被开除，你就在这干，一眼望到死，直到干到65，你退休为止。你说它发达吗？不，它极其的落后。但你说它落后吗？由于这样稳定的人还挺多的，占了社会的绝大多数，所以它就什么平均了，人人都如此，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落差。就是没有几个富人，也没有几个穷人，所有人全是打工人。稳定它就背后有一个代价，你不可能有突破，也不可能有什么新的机遇，因为在日本你随便乱换工作，这叫黑历史。它不流行跳槽，说我在这儿干哈，一个月给我1万，哎，你给我1.5万，我上你那儿干去。好，这种行为是会被日本职场歧视的，他认为这是一种精神不忠，他所有的人都会认为，那会不会明天有人给你1.6万，你又把我抛弃了呢？这就是他们的日本职场文化。想挣大钱，在日本的职场文化里叫什么？叫心术不正。心术不正的人，我压根儿就不录取你。我录取你之后，你的能力那当然是越高越好，但如果你没有能力，只要你不犯错，我也能让你在这里混着。听到这儿，你也大概其能够明白为什么日本有一个失去的30年了吧？华人在日本如何谋生？日本表面看你要是游客，那真是丰富多彩，花花世界呀。但是华人这个范围一框定，在日本谋生这个范围一框定，因为谋生你就不是消费者了，你是赚钱的人。那基本上就剩下2条路，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职场打工人，终生职场，终生打工，终生牛马，累死为止。那么在职场干，他这个工资的涨幅待遇是如何呢？为此我采访了不少人，
都是在日本职场打工超过5年以上的人。他们给了我一些非常可考的数据统计，一上来20来万，大概干了5年以后，非常的顺利，你大概能够升到25到30万之间，25到30万，也就是1万出头到1万5之间。那么到了30万的时候，在日本已经算是一个不低的中等薪水了。那么如果你再往上升，想把你的薪水升到40万或者50万，也就是到人民币2万这个档位上，大概你已经40岁了。40岁以后的日本职场打工人，基本上就叫做大限已至，你未来不会有太大的越级空间了。等你到临退休的时候，50、60岁的时候，你的工资反而会降，因为你能产生的效益和业绩越来越少。那么日本的企业还有一个年终奖这个东西，那么年终奖如果是一些效益比较好的大手企业，大概1年有个几百万日币，也就是合成人民币10万20万。但如果是小型企业，效益一般般的，那就没有这个东西了，或者有就很少很少，可以忽略不计。而日本为什么很多职场上干了很多年的高级白领，他平时的花销也非常的捉襟见肘呢？因为他要养家庭，他要养小孩。日本有非常多的家庭，女性以前是不工作的，全家上下所有人的开销都要指着这位先生，所以即便他一个月有几十万日币的收入，他自己也不敢乱花1分钱。如果有人说我不指着这个死工资，我指着我的销售业绩提成我指着年底的那份年终大奖，那么日本现在各个行业都处于在国际从领先变成中段位的这个位置上，所以企业的年终奖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乐观。第二类就是典型的华人社会，就是你带着一点钱一点积蓄，你过去在中国是中产或者是中产偏上的人，在中国拿着积蓄或者是把房子卖了来到日本创业，持有一个经营管理签证，那你的路真的是窄的就不能再窄了，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大的 bug 且不能解决。中年人来日本，你不会日语，你不会日语就导致于说所有日本的生意你基本上全盘做不了，你唯一能够赚的就是在日华人和那些喜欢日本的中国人的钱。而这一批所谓的在日本的华人创业者，他们主要经营哪几种项目呢？第一，华人中介，就是你所有收入的钱全靠骗华人入场。你明知道这个身份实际上并不能让人发财，但是你把它包装得非常华丽美好，希望中国的网民网友能够借着这层滤镜找你来办手续，然后你赚取他们高昂的中介费，特别像传销。第二类华人房产中介跟第一类是同理，就是忽悠华人来买房，告诉他日本的房子能升值不但能升值，平时你还能当民宿挣钱，回头一卖的话也能挣钱。实际上回头一卖的话，不但不能挣钱，你极有可能还会赔钱，因为你现在卖的钱和你过去购得的那个价格中间利润的20%是必须要纳税的。而华人喜欢买的房子基本上不符合日本人的口味，更何况人家日本人也不流行买房人家早就对这个东西祛魅了。华人买的房子最终还得卖给华人。而以现在的国际局势，你觉得未来日本的华人是越来越多呢，还是越来越少呢？你自己想想。第三类，华人餐馆、中华物产店、华人物流，不用怀疑，去这3个地方消费的人100%的都是在日华人。这个买卖他做不大，因为你只能开在一种地方，华人区，而且挣的是辛苦钱。你开餐馆，你会做饭吗？你过去在中国是干厨师的吗？您过去就不会做饭到了日本之后雇个人做饭你想挣钱，你做梦呢？人家那厨师干得好，人家干嘛自己不开店呢？所有日本的好厨师基本上不超过2年全要自己开店，谁给你打工啊？日本是不存在于甩手掌柜这件事情的，万事必须付出辛苦，亲力亲为，老板挣的可能还没有员工多呢。你赚的是个权利，不一定是钱。如果你想当甩手掌柜开个店然后就不管了，雇人去弄，你放心，很快就会倒掉。如果这些亲力亲为的体力活你还不惜的做，瞧不上，说我过去在中国是医生，是律师，是办公室的这种高级白领管理型人才，
我才不要干这些事情呢。对不起，您干的那些事情啊，到了日本之后直接给你清零。您在中国是律师，你在日本是什么呀？是素人啊。他不但语言不通，法律也不通啊。你在中国是医生，你在日本是什么？是素人呢。以此类推，不管您在中国有多显赫的地位，您到了这儿以后都是素人呢，而且还是贼素贼素的外国人，没有什么优势。所以你能干的事情就是开店。可开店的门槛又很低，跟你竞争的人往往都是一些能吃苦的人，你还竞争不过人家。第三类，华人装修公司、华人律师事务所、华人旅行社。最近中日关系不好，头3天交恶的时候就取消了5万张机票，最近中日又停了12条飞机的航班航线。请问这些华人公司你心里毛不毛啊？毛，一定很毛，但是很不好意思，日本人是绝对不会跟你们合作的，甚至他都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你们这些公司的存在。最后一类，华人代购、华人旅拍、华人医美、华人黑车司机。如果在15年前你在日本干代购，哪怕您干的就是那最不起眼的药妆代购，也能挣点钱。但是此刻啊，是2025年，没有任何一个日本产品在中国的电商平台上你是买不到的，而且你居然惊喜地发现，在中国电商平台上买日本药妆比日本还便宜。为啥？免税仓发货呀，没税，包邮。所以你在今天你还能看到那种拎着个大箱子里面装的都是日本药妆的代购者吗？你找不到了，因为时代把他们淘汰了。为什么这次中日交恶有很多人说，哎，这中国人不是那么爱国那么民粹，他咋不抵制日货了呢？啥年代了，你以为还是20年前吗？动不动上街 U 型锁砸丰田，现在中国你的大街上你也找不着丰田了，那都是比亚迪，你砸谁呢？所以对于华人而言，甚至对于所有外国人而言，你们必须要明白一个残酷的现实，日本它不是一个创业型的国家，它不是美国老鼓励你一风翻盘，日本人鼓励的是什么？稳定、忠诚，不要乱改变。而总想发财，总想创业，这本身就是日本文化所抵抗的不稳定因素。综上所述，就足以印证我之前就提出过的那个论调，经营管理签证是一个看似入门极其简单，但实际成本无比高的大陷阱。就是欧美国家它的门槛在这儿，但是它清晰地标注了高度，只要你符合这个条件，迈过去，好了，迈过去就迈过去了，结束了。经管的门槛在这儿，就是你有点小钱，是人都能迈过去，只要你想迈啊，你没有钱，你借点钱都能迈过去。但是你迈过去以后，一切刚刚开始。你想躺平，哎呀，不好意思，躺平驱逐出境啊，取消你的身份，不给你在留卡斗。你想挣钱，我们说了，华人挣钱就那么几个渠道，所以你不得不每天苦思冥想，哎，我怎么挣钱？我怎么完成业绩？我怎么纳税？我怎么养员工？哇，勤劳的拼！在国内你们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到了日本之后，全部变成中小型的开店的小企业主，挤在这一个狭窄的赛道里面，努力的开发来自于祖国的同胞客人。你说你要有这心情，你要有这个毅力的话，你出来干嘛呀？你是在中国当牛马没当够啊，还是没当过牛马，想到这儿来体验一下新鲜呀？你知道日本这个国家为什么会设置经营管理签证吗？你以为人家日本人都那么文明，他们傻是吧？让你来骗福利来了，就是让你当牛马。只要你拿这个签证，你敢干别的工作，哪怕你偷偷的在业余时间去 7-Eleven 打工打小时工，你都属于违法行为。因为记住，你是一个老板，然后你还得假模三道的跟国内的亲朋好友吹嘘。人家问你说，哎，在日本干嘛呢？混得怎么样了？你说我在日本开公司，说哎呦真厉害，跑到日本当老板去了。实际上冷暖自知，心里滴血呀！你哪是老板呢？你就是个人肉缴税机。然后很多人在这个时候还阿 Q 精神呢，安慰自己，没关系，我熬到永居就好了，就不用这么累了。你来日本铺垫、学习、投资花了多长时间呢？说了2-3年，对吧？那你拿了经管之后，然后在日本
纳税、纳税再纳税，得多长时间呢？10年不间断。好家伙，您来的时候就不老年轻的了，把这一系列都熬完了，您都几岁了？恐怕已经是白发苍苍了吧？哎，毛都没有几根了，你才有申请永居的资格。而且日本政府可不欠你永居。你以为你当了10年的牛马就可以跑这块论功行赏了吗？看心情，看天气，看玄学。而且绝大多数的经管者都没有那么顺利的拿下永居，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那么顺利的就给你永居了的话，你不就是不纳税了吗？我怎么能让牛马吃饱呢？因为你吃太饱，你该睡觉了，你就不劳动了。我接着把刚刚那个经营管理签证往下补一个最重要的单元，叫做民宿。民宿太多人聊了，对吧？这基本上是许许多多国家的人对日本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象词汇，甚至很多人拿经营管理签证，他不知道经营什么项目啊，他一上手最容易的事儿就是什么？干民宿。民宿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如果你单纯的说民宿就是个智商税，也不对，确实有人在民宿上挣过钱，尤其在旅游光景比较好的时候。在20年之前，我也开了好几家民宿。当时买了好多房子，但是疫情之前呢，我就都给卖了。但是如果你说民宿它不是智商税，它确实不是智商税呀，它是所有中年人最后的坟场。智商税是一个不会死的东西，它只是交税。坟场是什么？把你炼了，火化了，让你灰飞烟灭。为啥这么说呢？我给你算一笔账哈，捋一捋这个顺序。中国的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有个几百万的存款，或者卖了一套大城市的房子，手上就有一笔钱，来日本买一个一户建。买完之后呢，你纳税再加上中介费，就花了好多钱。然后呢，你改不改装呢？你装不装修呢？空调得不得换呢？地暖要不要铺呢？保洁工人要不要请呢？是否得天天打扫呢？如果地段不好的话，是否还得给人安排一点车接车送呢？为了满足你的竞争，然后价格你还不能定得太高，因为如果太高的话，人家就不住民宿住酒店去了。你过去在10几年前干这玩意儿的人少，所以还真有人挣过钱。但是现在民宿已经变成了一个经营管理签证最无本也是最低门槛的经营项目，所以遍地都是烂民宿。有很多民宿连许可证没有，就是黑民宿。所以日本政府出台整治民宿，不再发民宿经营许可证了。可能到了明年5月份以后，许多民宿就被视为非法产业了。于是乎，你最近在日本看到一个非常庞大的景象，尤其是大阪地区疯狂的抛售民宿，那就跟国民党撤退似的，往死了甩呀，但是甩不出去，无人接盘呢。为啥呢？你的民宿只符合华人审美，且大多数是跟华人中介购买的。华人最了解华人怎么能上圈套，当初肯定是没少坑你。这东西可能就值200万，卖到你手里，里里外外全算下来，哼不楞登得坑你400万。然后你做民宿也没做多久，挣回来的钱，说实话也没落手里，都投在这个民宿的装修改建以及请人雇人上面了。而且你不要忘了，日本的房产是每年都要收房产税的，价格还不低呢。你充其量换了个以租养房，然后现在光景不好了，中国人也不来了，日本政府又整治民宿了，你要甩卖，请问他整治的是你一人啊？他整治的是全日本所有的民宿，大家可都往外卖呢。你卖给谁呀？我问你卖给谁？你拿脚想一想，你能卖给谁？你就只能卖给华人。那些不会日语，对日本还有滤镜，对日本一无所知的傻华人，你买的时候就被人坑了一笔，然后你现在还要再编一个故事坑下一家，周而复始。不管是2手的、3手的，哪怕是5手、8手的，现在全往外甩卖呢。你该不会是要卖给日本人吧？日本人可没钱。日本要是有钱有房的家庭，人家就留下大房子给子女，子女都不要，人家还想卖了呢。因为养房子太贵，越大越贵。年轻人不买房，你觉得中国是年轻人都躺平了，不结婚不生娃？对不起，日本已经30多年都这样了，人家躺了35年了。别说你卖了，那很多日本年轻人你送他个大房他也不住啊，因为养不起。
那如果你还想把房子卖出去，你就只剩下一条路，砸价。很不幸的是，日元蹭蹭的贬值。我劝你最好是能住就别买。你买的时候汇率多少？你看看现在的汇率是多少？以日本今天的国债率和中日关系的交恶，以及各个产业的集体下滑，你还指望日元升值啊？能升到哪儿去？你明明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平凡人，却把你的投资赌在了一个国家的国运上。好家伙，这不就相当于你就是一颗小螺丝，然后你现在赌的是泰坦尼克号别沉船，因为我拧在了这艘船上。那么如果你想赌国运，就进入到了书本期的第6章，中日关系未来走向。我在上一期节目里面讲过，高市为什么要提出他今天的政治论调，他的目的是突破日本的和平宪法，他可不是想帮台湾闹独立哦，台湾只是他突破和平宪法的一个借口或者是棋子。那么动了台湾这个棋子之后，中共就现在跟他没完，已经把他视为敌国了。中共要趁着这个机会小题大做，来完成自己政治目的的更进一步。美国想搬走台湾的核心产业，日本想就着台湾有事之前突破自己的和平宪法，获得政治红利。中国想要台湾这块地，世界前4大经济体有3家都在这块角力呢。所以现在在这块兵家必争之地上，大家就较上劲了，不断的拉高调门，看谁能拧过谁。这个周期要多久？我认为得好几年。但在这并不确定的未来好多年的时间里面，在日华人该如何自处呢？ I don't know。 如果你是一个有着庞大家底儿，也不指望在日本挣钱的人，就在日本享受岁月静好，那也另当别论，对吧？因为我们做社会的统计，永远不去统计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有钱人，因为他们在哪儿都能活，只要他们带着钱，全世界各国他都是 VIP。 但我们去看大众，做一个宏观的俯视，在日华人未来恐怕会面对以下几种窘境，大家最好做好心理准备。中国不断拉高调门，就会使得两国的外交逐渐恶化。虽然日本是一个法治社会，日本也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地方，但是外交升级，这叫神仙打架，遭殃的是谁呀？就是老百姓，首当其冲的就是在日华人。社会右翼的排华势力会越来越强烈，而这个氛围就弥漫在空中，你逃脱不掉。那么中国不让他的人来日本旅游，不让他的人来日本留学，断绝两国所有的中日友好交流，那日本肯定也会同样回击呀。比如在入馆这件事情上升高门槛，过去你考60分就可以的事儿，现在必须考80分，就会让很多原本就不容易的华人陷入一种巨大的僵局之中。这个华人撤退的大潮恐怕是无力更改的。那么今天我站在一个在日华人的视角和中国人说一说日本的社会结构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博主一知半解，我都怀疑他到底来没来过日本，就在那一顿吹民主国家，人家有自由。我在这里面郑重其事地问一下大家，我问一下有历史研究和国际政治格局的人，你说实话，日本是民主国家吗？如果你是一个游客，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来吧，消费吧，这里绝对是天堂，它绝对符合你对大多数民主国家的想象。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这里的劳动者，我可能给你泼一盆冷水，我告诉你这是封建社会，你信吗？日本它不是一个双面国家。双面国家是什么？它是一枚硬币，它有正负两面，就是你失去一些，你还能得到一些，这叫正负两面。日本是一个双层国家，就是上面的人永远待在上面，世世代代待在社会顶端，底下的人永永远远都是底层人，同样世代传承。如果你只是一个游客，你看不到这些，就跟谈恋爱一样，你第一眼见到这个人看的都是优点，你得结婚生活很多年以后，你才能看到那些让你不能忍受的缺点，这是一个道理。你是游客，
看到这些毕恭毕敬、彬彬有礼的服务，就日本的服务好棒啊，都是贵式服务，都是鞠躬服务。但是我想请问你，如果你是服务业者呢？那鞠躬的不就是你吗？所以这个2层，它就玄妙在，只要你是消费者，特别的自由。我们都知道，甚至性都是自由的。讨论政治，那更是自由的不能再自由。而且我告诉你，日本人可不咋关心政治啊。但是如果你是劳动者，你永远就在底部。你必须循规蹈矩，你必须遵循他极其森严的封建礼教制度。有很多人说了，中国太压抑了，所以我要冲出来。是的，中国确实有很多雷区，这个管理你的雷区叫做中国网信办，就是你不能讨论政府，你不能讨论政治，否则就给你炸号，就给你禁言。但是政治以外的事情您随便。日本是什么？没有网信办这个单位，你爱说啥说啥，但是管理你的不是有关部门，而是封建礼教的空气。封建礼教的空气它体现在哪些具体的行为上呢？你纵观日本几百年的历史，日本本国是没有经过革命运动的，是有几次西洋的风敲开了日本的大门，给了他一些现代文明的机会，但是它不是结构性的改变，它是一个发达了升级了的封建社会。在古代它叫幕府，在现代社会它叫做政治家族。所以日本政坛你会发现门阀林立呀，你去看一看日本政坛，全是世袭制，不是儿子就是孙子，至少也得像高适一样是徒弟。素人能走到那个位置吗？你休想。因为日本政坛更看重的是血缘。有很多人可能说，哎呀，那日本不是选举吗？大家都是选票社会。是的，你在民间，在基层，在农村，你当然可以选票，但是你只能选择政党，你不能选择领袖。你可以投给自民党，你可以投给公民党，你可以投给维新会，你只能这么投。但是人家组在一起去怎么样的处理上层结构，那是党内决定的，那你可管不了。所以有人说了，高市早苗是民选的。 No， 高市早苗是政治门阀推举出来的，可不是民选的。你只能说人家自民党是民选的，明白这个逻辑了吗？它和美国那个选举不一样。美国的选举是什么？选 idol， 选偶像，只要这个人有魅力，敢演讲，然后我们就把票投给他，缔造一个个人神话。日本是什么？你缔造不了个人神话，就这几个幕府，你选一个吧。所以很多人都问日本都是打工人，都是中产阶级，有钱人在哪儿呢？有钱人你看不见呢。有钱人就是那几大家族，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已经好几百年了。所以就因为他们的存在，导致于说你在这儿没有什么创业机会，你创什么业呀？所有社会需要的行业人家全垄断了。韩国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中国的朋友就不理解了。那日本的社会没有上升空间，等级如此森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日本人不反吗？不反，因为人家1000年以来就是这么活着的。日本1000年来没经历过改朝换代，是人家经历过明治维新，人家经历过麦克阿瑟，但这些东西都是西洋的风来帮日本升级的，人家可没有改朝换代哦，人家的天皇还在呢。人家对自由的渴望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因为中国经历了太多100多年的数次暴力革命，打碎重建，打碎重建，一会儿是东方的，一会儿是西方的，一会儿是不中不西的改革开放，所以各种思潮迸发出来，加上人又多，来回的打架，中国人对于自由的渴望极高无比。但日本的社会一直是一个什么？内部极其稳定的社会，稳定被视为优点。那么什么叫做稳定的社会结构呢？医生的孩子当医生，教师的孩子当教师，银行家的孩子送到财经学院，毕业了以后去银行，渔民的孩子长大了以后继续捕鱼，打工人的孩子从18岁以后，父母不会给你1毛钱，你只能出去打工。打什么工？不管你是给黑社会打工、白社会打工，还是你去出卖自己的任何一个部位，那都是你的事儿，父母不管，因为你已经成年。所以有很多人问过一个非常奇葩的问题，你说日本有那么多的 AV 女优啊、男优啊，那他们的家里人如果看到他们在拍这个，难道不愤怒吗？大部分人不愤怒。日本的很多家庭走在那些繁华的色情街道上，
看见自己家的孩子的照片就挂在那个大看板上，上面还标着价格，没有特别愤怒。他们觉得说，就是我已经把你抚养成年，这只是你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就是你换了一个身体的位置去劳动而已，也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而且如果羞耻，也羞耻的是你的未来，也不是我的未来，因为我已经把你养大了。如果你是一个匠人，比如说你的才华就是会包饺子，你打算在日本找一个饭店去后厨包饺子，从30岁包到65岁，可以啊。我相信只要那个饭店有人吃，那个饭店真能开35年。日本有很多这样的店，他爸拉面，哇，他重孙子还在这拉面呢，一开了100来年，很多。但是你说我不甘心在厨房里干活一辈子，我想阶级跃迁，我告诉你，在这儿玩阶级跃迁，那可比中国至少难10倍。日本之所以稳定，之所以团结，人家的核心力量不是阶级流动，而是阶级永远不流动。什么叫做匠人精神啊？什么叫做恪守本职啊？就是你要知足。所以日本社会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NPC， 就是当你走出家门的时候，你要扮演你在社会上应该扮演的那个角色。为什么可以整齐划一，可以整齐鞠躬，可以整齐微笑，整齐礼貌？就是因为你的个性绝对不能给我释放出来。在家里你是你自己，在公司你要扮演好这个职员的角色，这个角色跟你自己可以没有任何关系。把情绪、欲望、个性、冲动全部给我藏起来，把忍作为一种美德。忍到什么时候呢？忍到死。所以当你再听到有人跟你聊，哎呀，日本是民主国家、自由社会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认为他没怎么出过国，他是一个没有见识的人。所以我奉劝所有的哈日一族、京日一族、日本的旅游爱好者，你能不能在你所存在的土地上好好的赚钱？赚了钱以后多来日本旅游，因为只要你带着钱来日本，我告诉你，你只能看见那几样东西：樱花、枫叶、温泉、礼貌、秩序、柔和、美景、文明。但是一旦你不想当游客了，你想说我要去日本捞金，我告诉你，我刚才说那些你全看不见。你只能有以下的感受：劳累、阶级、门阀、职场霸凌、社会排外，无法融入也无法上升，不敢犯错，每天必须做的事情就是鞠躬道歉。这番话尤其提醒那些把日本当成精神圣殿的今日朋友们，我也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哦。就是你越爱日本的表层，你就越没有办法接受它的深层。所以说到这儿，大家就不难理解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日本的 passport 那个护照，排名世界第1，可以去190多个国家呀，那是一本超级护照啊，咱们都羡慕死了。咱们中国人要有那护照，那不得天天满世界旅游去啊？但是为什么日本人你会发现他不咋出国旅游呢？不但不出国旅游，日本很多人都没有申请过护照。日本有相当一个比例的人口，他没见过他自己的护照长什么样，因为他压根儿就不去申请，因为他不想出国。那你觉得日本人是不愿意出国？很多网上我看一些日吹们还在那说呢，日本的风景就够美的了，人家都在国内游，谁出国游啊？那我就问你，日本的风景是昨天才有的吗？那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初期，那可是没少旅游啊，那叫一个买呀。在欧洲，尤其在美国，那大手一挥，动不动就要买下美国呀。我问你，为啥那个时候日本人那么喜欢旅游呢？然后你现在跟我说人家日本人不愿意出门，所以不旅行，你觉得合理吗？你自己信吗？为啥不能出去旅行？是因为没有闲钱，也没有闲余的时间。你看看日本整个旅游人口的结构，24%来自于中国游客，10%来自于香港游客，20%来自于台湾游客。好家伙，这说中文的人可是真舍得花钱呢，尤其台湾人一年来好几遍，中国一年来600-700万人。台湾一年来400-500万人，台湾才几个人呢？好家伙，全岛的人1/4的人每年都来一遍，哐哐的花钱。那请问日本人能这样的回馈中国和台湾吗？不能。日本全国有1.3亿人，每年有多少人去台湾呢？100万。
哎，人台湾才那么点人，人家每年都来500-600万人支援你，你这么大一个国家，咋不多去点人支持人台湾呢？因为日本人没有钱出国旅游，也没有时间，还得打工呢。虽然表面上你来看，哎呀，你的记忆里的日本那可是老牌的发达国家，日本人多有钱呐，那只是一个过气的传说。今天的日本人生活的体感可真的没有中国和台湾的一些中产阶级以上的人那么敢花钱。虽然说这两个地方贫富差距极大，中国是什么？有一群巨富的有钱人，哎，中国啊，资产过亿的人好几十万，资产过千万的人上百万，在这块儿一大堆，然后底下的穷人一大堆，中间一小细杆是中产阶级，哑铃型结构。台湾 GDP 人均已经超过日本了。虽然说台湾的贫富差距也极大，就是岛内20%的人掌握了全岛65%的财富，这20%的人不是在美国就是在中国大陆，全部人均一套大豪宅，只要有空就出去旅游。这华人世界虽然有很多穷人，但是有钱人是真的敢花钱，你懂这个原理。而日本是什么？金字塔型的，就只有这一小撮人有钱，底下这一大片高级打工仔、中等打工仔、地级打工仔、地狱打工仔没了。今天说了这么多，揭开了很多人的内裤和疮疤。为什么？我只想告诉那些没有那么强烈政治立场、不把国仇家恨当成生活的平凡人，你该如何在未来的历史时代面对日本这个国家？如果你是消费者，这里是服务业的天堂；如果你是这里的劳动者，那些把顾客当成上帝的人，就是你自己，没有中间地带。